库房那些文物，1987年我重生了。醒了，全镇都知道你落榜了，你还想躺到什么时候？老顾，孩子刚醒，你少说2句。少说，家里砸锅卖铁供他念书，结果考成这样，考不上就撞墙装死，他对得起谁？爸，哥已经2天没吃东西了。饿死也是他自己选的，男人摔一跤就爬不起来，还算什么男人？原主高考落榜，女友分手，被全镇笑话，一时想不开撞了墙。可现在，这具身体是我的了。爸，我不躺了。哼，不躺？那你想干什么？继续让你妈养着你？我出去挣钱。挣钱？你会什么？收旧货。哥，你要去收破烂？好啊，读了10几年书，最后去收破烂，你真给顾家长脸。靠双手吃饭，不丢人。你不嫌丢人，我嫌。爸，给我3天，3天内我拿钱回家。我要是做不到，你让我干什么我都认。你要是敢偷敢骗，我亲手把你送去派出所。不用你送，我顾明远这辈子只挣干净钱。明远，妈不是嫌你干这个，妈是怕你被人笑话。妈，以后他们笑不出来。别把话说太满，以前我怕别人看不起我，现在我只怕自己不争气。哥，你早点回来。1987年，遍地黄金，别人看见的是废品，我看见的是未来。从今天起，没人能再看扁我。收旧书旧报，坏收音机、烂铜烂铁、旧家具都收。这不是顾家那个落榜生吗？还真出来收破烂了，读书读傻了吧？以前走路眼睛都不看人，现在不也蹬3轮？收破烂的，过来一下。大妈，你卖什么？旧报纸、瓶子，还有些破书，你给看看值几个钱？报纸20斤，1斤8分，1块6；瓶子12个，1个5分，6毛，总共2块2。哟，你这账算得挺快。收废货也得识字，不识字账算不明白。那还有一箱旧小人书，我孙子不看了，你要不要？不要我就拿去烧火。我看看，70、80年代连花画保存完整，现在没人要，再过几十年，成套就是藏品。咋样？能值钱不？课本只能当废纸，小人书现在孩子也不爱看了，收回去不好卖。那你说个价。这一箱我全包，8毛。8毛？这么一大箱呢？大妈，我拉回去还得整理，卖不掉就是废纸，8毛真不少了。王大妈，卖给他吧，这破书留着占地方。行吧，拿走拿走，省得我看着烦。顾明远，你这大学学问家真收破书吃饭啦？能不能吃饭，晚上就知道了。第一桶金有了。老板，小人破，成套连环画便宜卖了。别碰，脏不脏啊？都是废品堆里捡来的。哟，这不是顾大学问家吗？怎么改行摆地摊了？明远，你真的在收破烂？靠自己双手吃饭，有问题吗？没问题，就是你以前不是挺清高吗？现在卖破书，心里不难受？明远，你要是没钱，可以跟我说，没必要这样糟蹋自己。林巧巧，糟蹋自己的是躺着等人可怜，不是出来挣钱。嘴还挺硬，你这些破书一天能卖几毛？你可以站这看看。这是72版铁道游击队，品相还行啊。叔，好眼力，这几本是一套，缺一本我不按套卖。你还懂这个？略懂。您要是真喜欢，一套3块，单本2毛。这书现在看着普通，可再过几年孩子们都不留了，想找全套就难了。您买的不是纸，是回忆。这话说到我心里了。年轻时候下夜班就爱看这个，这一套还有这几本，都给我包起来。一共12块。真卖出去了，8毛钱收的，卖12，12块而已，装什么？赵凯，你骑摩托一天能挣这么多利润？哥，今天吃肉吗？吃，小雨多吃点，以后还要考大学。明远，你哪来的钱买肉？今天卖旧书赚的，扣掉本钱和买肉，还剩10块多。10块？什么10块？明伟说他今天收旧书赚了10块多。说哪来的？卖小人书赚的。放屁！你收一天破烂能赚10块？你当我没见过钱？爸，哥今天真的出去收旧货了。你闭嘴！你以前连水桶都懒得提，
现在出去一天就能赚10块，你是不是跟街上那帮二寮子混一起了？爸，在你眼里，我就只能偷，只能骗，不能靠本事挣钱。你有什么本事？高考落榜的本事，让全镇看笑话的本事。老顾，顾明远，我高家穷归穷，但祖祖辈辈没出过贼。你要是敢拿不干净的钱回来，我打断你的腿。这钱干不干净，你明天可以去文化宫问，卖书的人、买书的人都在。我当然会去问。问清楚之前，这肉让妈和小雨吃，你要是不放心，我不吃。爸，哥好像真的变了。变没变？明天问了才知道。哼，只靠小人书还不够，明天该收点真正值钱的东西了。旧货这一行水深得很，谁想坑我，得先问问我的眼睛。废铁1毛1，报纸8分，童叟无欺。韩老板，给称称。18斤半。不对呀，我在家称明明20斤多，咋到你这儿少这么多？你意思是我的秤有问题？我这秤用了10年，准得很。算了吧，韩老板这儿一直这个价。谁让咱没别的地方卖呢？这秤确实有问题。小子，饭可以乱吃，话不能乱说。是不是乱说？试一下就知道。哼，怎么试？买1包标准1斤装的盐，放上去称。好啊，韩三刀，你坑我！秤旧了，有点误差正常。1斤少1两，10斤少1斤，你这不是误差，是吃人血害。怪不得我每次卖都觉得韩老板这就不厚道了吧？年轻人，新来的，刚来。知道这条旧货街谁说了算吗？我不知道谁说了算，我只知道做生意讲足心。眼睛太亮不一定是好事，眼睛不亮才会被人坑一辈子。行，今天我记住你了，我也记住你这杆秤了。破风扇1个，罩子铁的，底座铁的，15斤废铁，1块6毛5。就这么点儿，坏成这样了，你还想卖金价？韩老板，这么收不地道。哼，又是你，这回你又懂什么？铁是铁价，铜是铜价，整机按废铁收，里面的铜线就被你白拿了。你懂废品还是我懂？这玩意儿不按废铁算，难道按金子算？这小子还会拆电机，也给人拆坏了。坏东西不怕拆，怕的是明明值钱，却被人当废铁糊弄。2斤铜线，废铜1斤1块5，单这团铜线就3块，再加上外壳废铁，怎么也不止1块6毛5。韩老板，你刚才差点坑我1半钱！小子，你专门来砸我场子？我只是让东西按它该有的价钱算。你这么会算，那你收。大哥，这电风扇我给你4块，铜归铜，铁归铁，人工我自己认。卖给你。以后卖东西得先问问小顾。韩老板这回亏了。这小子，不能让他在旧货街站住。奶奶，您这是要卖？哎，这老缝纫机不走针了，放屋里占地方，你收不收？收是收，不过它沉，搬运费劲，只能按旧机器给您算。小顾，你还是什么破烂都捡啊？老物件不怕破，就怕没人懂它从哪儿来。你给个实在价，别让老婆子吃亏。3块，我帮您搬走，顺便把屋里地给您扫干净。行，你这孩子说话踏实。奶奶，这夹层声音不对，里面像是空的。夹层？这东西还有暗格？这是我老伴儿当年说藏了点东西，原来真在这里。银元，这可值钱。奶奶，这东西不能按废品算，银元是您的，缝纫机我照收，银元我可以帮您找懂行的人估价。孩子，你刚才要是不说，我这老婆子一辈子都不知道。旧物有旧物的账，人也有人该守的良心。小顾，这钱要是真卖了，咱俩1人1半。袁大头，包浆自然，边吃也对。小伙子，这几枚开门是真的。那能值多少钱？行情不算高，但品相好，我给60。60？王师傅，麻烦您开张收据，写清楚银元数量、价格和卖主。你倒是谨慎，干净钱得有干净来路。说好1人1半，你不说出来，我1分钱都没有。那我收辛苦费，以后您家再有旧东西，别急着扔，先叫我看看。一定叫你。真是修理铺收的，不是你瞎弄来的。妈，我说过，
只挣干净钱。哥，你真厉害！银元是老太太机器里藏的，你就这么拿了？我当场告诉刘奶奶了，她自愿分我一半，收据上也写了她的名字。儿啊，你不贪，妈就放心了。一次两次运气好，不代表你能靠这个吃饭。那就从下一件开始，不靠运气。石锦错、放大镜、细砂纸、酒精，你要这些干什么？修旧物，真正值钱的不是捡到，而是能修好。你到底从哪儿学的这些？同志，小号石锦错、放大镜、细砂纸、酒精，按最好的拿。这些加起来可不便宜。哟，顾明远，收破烂收到供销社来了。明远，你买这些干什么？修东西。破烂还用修？你还真把自己当师傅了。东西破不会看谁用，人有没有用也一样。你说谁没用？谁急我说谁。看见没？100多，你收多少破绽才买得起？赵凯，别说了。他以前不是骄傲吗？现在连我一块表都比不上。东西包起来。一共18块6。18块6，他买不起，你别白忙活。够不够？不够我再添。够了，我给您包好。你哪来这么多钱？你没看上的破烂能养活我？走狗屎运而已，我看你能走几回。运气来了，得有本事接住。你接得住吗？哥，你把车擦这么亮干啥？车是门面，别人可以看不起咱，咱不能先看不起自己。哼，一辆破3轮，你还当宝贝供着？工具没有贵贱，用得好就是吃饭家伙。哼，你倒是越来越会说了。足斤足两这几个字儿好。做旧货先做人。收旧书、旧报、坏电器、老家具，价钱公道，足斤足两。落榜生改行旧货王了，还收旧机械，口气挺大。读书读到最后，还不是收破烂？你收旧书？收。民国旧书也收吗？收，只要是真东西，我不让它进纸浆糠。这话不像收废品的。那像什么？像读书人。读书人也得吃饭。这本你看得懂吗？这不是普通旧书，你从哪儿来的？小伙子，看啥呢？这里拆房子，别挡路。听说照相馆不要的旧东西能收，我来看看。里面全是灰，破相机都坏了，你要这玩意儿干啥？练手。你收旧货的，收。旧相机、镜头、底片、相纸，我都要。这些东西早没人用了，照相馆都开不下去了，留着占地。老板，东西我可以收，但得让我先看看。看吧，你要是真要，整想搬走少人横。铜镜筒，老德头结构，这个年代被当废品，再过几十年就是摄影收藏圈的硬。咋样？能收不？镜片没得厉害，相机也卡死了，底片要是潮坏，基本没用。老板，我说了吧，都是垃圾，那你给个价。整箱5块。5块？我这些年攒的家当就值5块。老板，我还得搬，还得修，修不好就是一堆废铜烂铁。那台放大器我也帮你搬走，你省得找人清。行吧，5块，都拿走。一卷烂胶片也当宝啊！有些东西坏了才叫废，没看懂之前不能乱扔。如果这卷底片还活着，里面装的可能不是照片，是一座已经消失的县城。果然是。大半夜不睡，又折腾这些破玩意儿。镜头起霉了，拖久了镀膜就废了。你什么时候懂这个？书上看的，自己琢磨的。破铁盒子真值钱。普通相机不值钱，能留下影像的老相机值钱，普通玻璃不值钱，德国斯的老镜头值钱。哼，你又给我说玄乎话。爸，机器也有命，修好了，它能替过去说话。还好没吃进深层，这几个小螺丝不能硬拧，拧花了就废了。爸，您懂机械，这活您比我稳。少给我戴高帽，我是怕你把东西弄坏了，到时候又说不清钱哪来的。那您帮我看一眼这个卡口，像不像被人摔过？这里变形了，得用小台钳慢慢搅，不能敲。我也是这么想的。你还真不是瞎弄。你们爷俩还不睡？他这屋一股药水味儿，我来看看，别把家烧了。嘴硬。怎么不打开看？老底片怕光，也怕手汗，乱看一眼可能就毁了。需要啥工具？
小台前、细错，还有您那套微型钻头，弄坏了我照样骂你。知道。明天去文化馆，能不能翻身就看他了。干什么的？我想请管理帮忙看一卷老底片。老底片，我们这不收废品。不是废品，可能是民国时期现成影像资料。你说民国就民国，现在收破烂的都这么会编故事了。您可以先看底片盒上的标注。拿走拿走，别耽误我们工作。听不懂话，吵什么？周老，一个收废货的说他手里有民国底片。年轻人，东西呢？底片可能受潮，我没敢乱开。盒面标着民国27年南街。你知道老底片不能乱开？硝酸片机怕热，乳剂层也怕潮，要看最好进暗房。周老，他一个收破烂的，懂什么片机乳剂？懂不懂？看他刚才那句话就知道不是外行。红星照相馆的旧底片，照相馆拆迁我收来的。你收了多少钱？连镜头、相机、放大机一共5块。5块钱能有什么宝贝？历史很多时候就是被5块钱卖掉的。底片要是已经没穿，谁也救不了。你别抱太大希望。你来文化馆是想卖钱，还是想确认它的内容？都想。但如果真是本地历史影像，我希望它留下来。说得好听。准备显影液。这卷东西恐怕不简单。周老，真要为这卷来历不明的底片费功夫？少废话，手稳一点。温度别高，先短显弱，宁可影像淡一点，也别把乳液液层坏。你还指挥上了？他说的对。南街牌楼，这是咱县城？没错，南街牌楼早在战乱里毁了，馆里只有文字记载，从没见过影像。这不仅是街景，还有民俗活动记录。你知道这意味着什么吗？意味着这卷底片不能流到私人手里乱卖，它该进档案。真是民国老县城影像，初步确认价值很高，尤其是南街牌楼和老戏台都是已消失建筑。这要是整理出来，能补上县志影像空白。小顾同志，这批底片你打算怎么处理？如果管理愿意收，我优先给文化馆。你开个价。我有2个条件：第一，开正式收购证明；第二，注明来源是红星照相馆旧物整理，不要让这批底片再次被当垃圾处理。300块，外加1份收藏证明，你看行不行？300，不高。成交。年轻人，你捡的不是破烂，是历史。哥，你回来了。小雨，明天哥给你买新本子。真的？明远，你今天又收着东西了？妈，今天不是收，是卖。红星照相馆那批底片，文化馆收了。县文化馆收购历史影像资料，300。哥，这么多钱？这钱哪来的？文化馆收购雕片的钱，有证明。证明也能造假？老顾，这是县文化馆的章，章也能盖错。300块，他一个收废货的，凭什么一天拿300？爸，你可以怀疑我，但每次都先把我往坏处想。我往坏处想，我是怕你走歪路。我说过，只挣干净钱。那你让文化馆的人来，当面说给我听。请问顾明远同志住这里吗？周老，您怎么来了？底片后续还要登记来源，我顺路过来确认一下，也来看看你家人。您是县文化国顾问周怀民。顾师傅，那300块是县文化馆正当收购款，你儿子今天帮县里找回了一批重要历史影像。我就是怕孩子走歪路是好事，但孩子走正路时，大人也该认。爸，我没给顾家丢人。你来厂里干什么？爸，我想借用一下小钻墙。厂里的东西能随便借？你胆子越来越大。老相机的弹簧轴断了，我手工能磨，但中心孔太细，得用钻长。哟，这小玩意儿还挺精细，你别跟着起哄。老顾，让孩子试试呗。上次文化馆周老不是都夸他了吗？夸2句就上天。爸，我只用午休半小时，钻头磨损我赔，电费我也给。哼，我缺你那点电费。你让开。您肯帮我？我是怕你把厂里钻头崩了。这种细孔不能一上来就硬钻，先找中心，轻压慢进。我记住了。嘴上骂得凶，手上倒是比谁都稳。老顾，你这是给儿子打下手啊？吃你的饭去。拿去。爸，孔打得很准。废话，
我干钳工的时候，你还没出生。这台相机能不能活，就靠您这一孔了。少拍马屁，修好了再说。爸，谢谢。谢什么谢？你要是拿着本事走歪道，我照样揍你。不会，哼，最好是。老顾，你儿子好像真重修了。轴装偏了半丝。你眼真毒。机械这东西偏半丝就是不行。相机也一样，光路偏一点，照片就糊。你还真懂。懂一点。别老懂一点，懂就是懂，不懂就是不懂。那我懂。这又调什么？帘幕张力，太松曝光过度，太紧快门不稳，跟机床进数差不多。力要顺，尺要准。对，就是这个理。你们爷俩别光顾着折腾，喝口水。放那儿，快好了。刚才还说人家瞎折腾，现在比谁都上心。你懂什么？我是看着别让它拆坏。哥，修好了？修好了。费了几十年的东西，还真让你救活了。不是我一个人救的，爸，您那一孔打得准。少来这套。明远，你爸这是高兴了。谁高兴了？明天拿去给周老看，人家说行才算行。爸，以后咱们能修的不只是相机，还有更多别人以为没用的东西。明远，有事？听说文化馆给了你300块，是真的？你现在真的靠收旧货赚钱了？不是靠收旧货，是靠识货和修货。说的还挺高级，不就是收破烂吗？你也可以收，前提是你看得懂。顾明远，你别以为赚了几块钱就能翻身。我没想翻给你看。明远，你以前不是这样的，以前你最要面子，最怕别人说你没出息。以前我太在意别人怎么看，现在我只在意自己走哪条路。如果当初我没有……你说这些干什么？他不过是走狗屎运，捡到几件破东西。运气老实，得有本事接住。赵凯，你接得住吗？你别得意，我爸在供销社说句话比你蹬1年3轮都管用。那你最好让你爸多说几句，毕竟我靠手艺，你靠嘴。明远，你是不是还在怪我？你选择谁是你的自由，我怪不着。那你为什么现在对我这么冷？因为我已经不需要靠你的眼光证明自己了。顾明远，我一定让你露馅儿。小伙子，你这摆的倒像文化馆展柜，东西摆清楚，买家才知道值在哪儿。旧货市场还讲这个？越是旧货，越得讲明白。这相机都旧成这样了，还卖10块。镜头清过没？快门修好了，能拍？真能拍？现场试，拍不出来我1分不要。声音还挺脆。这种老相机，值钱的不是芯，是结构稳，只要保养得当，还能用很多年。8块卖不卖？10块，不讲价，但我送你一张保养纸条，告诉你怎么防潮。几本小人书怎么卖？成套卖，3本不拆，品相好的贵，缺页的便宜。你倒是懂规矩。不懂规矩，旧货就卖成废纸了。小顾，那人向韩三刀手下，你被盯上了。他盯他的，我卖我的，不好惹，也不能让他一个人吃完整条街。你这一天盯我好几天。旧货不怕旧，看够了吗？回去告诉韩三娘，旧货街不是他一个人的。下一个货源该去旧供销社仓库。说，韩哥，那小子竟在旧货市场摆摊卖了80多，一个落榜生哪来这么大本事？旧货这碗饭靠的是眼，看不懂金子也是废铁，看得懂废纸也能卖钱。韩哥他还让我带话，他说旧货街不是你一个人的，胆子不小。韩老板，赵主任家的公子来我这破废品站干什么？我听说你也看顾明远不顺眼，他抢我风头还骗乔庆的。我只关心货。那正好，他最近在打听旧供销社仓库。对，他今天收摊前提过。旧供销社仓库。韩哥，那地方不是有一批老牌子柜台账本吗？你盯了很久。是啊，我盯了很久。那就别让他拿。这条街上懂货的人不多，以前那些乡下人、老人、搬家户，东西到我手里，我说多少就是多少。现在来了个顾明远，眼睛亮，嘴也硬，这样的人要么为我用，要么别干了。你想怎么做？不急，让他先找货源，明天盯紧旧供销社。顾明远一动，马上告诉我。明白，这种。这次我要让他知道。哼，他要是真会捡破烂，才更不能留。顾明远，我倒要看看你这双眼睛到底值多少钱。我查过了，这间仓库以前存过柜台、广告牌、旧货架，后来供销社搬新楼，这里就废了。货还在不在，就看管理员愿不愿意开门了。你就是要收旧东西的？是，旧书、旧账本、旧柜台、旧器械，我都收。里面全是破烂，搬起来还费劲。只要价钱合适，
我全清。你看，全是没人要的东西，木头烂了，铁也锈了。早期供销社搪瓷宣传牌保存这么完整，后世收藏圈可不多见。这个值钱？现在不值钱，等有人开始怀旧，它就值钱。一块破牌子还能怀旧？时代变了，东西的价也会变。这些账本上记着以前各项制门市柱的调货记录，仓储编号3号库，宣传器材封存。这账本比柜子值钱。账本那不就是废纸？对别人是废纸，对我不是。那你说个清走。搪瓷牌旧柜台、玻璃柜账本，我全包，30块。30？这些破东西我负责搬，不让你废人。行，成交。有人盯着你，让他盯。鱼想咬钩，总得先闻到腥味。这不是账本，是藏宝图。小顾，你花30块收了一堆牌子，这东西挂猪圈都嫌亮。猪圈嫌亮，有人家里嫌不够旧，啥意思？等会儿你就懂了。这些牌子你从哪儿收的？旧供销社仓库，釉面完整，字口清楚，还是早期供销社宣传牌。真有人懂。懂的人来了。这3块我要了，一共300。老板，您是懂行的，早期供销社成套牌子保存这么完整，不止300。哈哈哈，年轻人会做生意，那你开价？3块1000。1000？小顾疯了吧？1000太高。您今天不收，省城也有人收。再说，这不是单块牌子，是一组时代符号。哟，这么热闹！顾明远，这批货我也看上了，你开个价，我全要。韩老板刚才不是说破牌子不值钱吗？这位老板，买卖讲先来后到，呵呵，旧货街的规矩我说了算。买卖讲的是价，不是嗓门。我出1100，全收。1200，这3块我要，立刻给钱。成交。顾明远，你故意跟我作对。韩老板，货在我手里，卖给谁是我的规矩。韩老板这回没抢着，小顾是真有眼力。顾明远，你让我第一次当众丢脸，这账我记下了。还没交学杂费的同学，明天必须交齐，否则学校只能通知家长。顾小雨，你家还没交啊？他哥不是收破烂赚钱吗？怎么连学费都交不起？我哥不是收破烂，他是在收旧货。不都一样吗？顾小雨，你放学后留一下。小雨，你成绩很好，老师也不想为难你，但学校有规定。老师，我会让我妈想办法的。你家情况老师知道，可再拖下去，你的课本费也没法登记。老师，我是顾小雨的哥哥。哥，小雨欠的学籍费、课本费一共多少？加起来13块6。这里是20，多的给他预交下个月资料费，不够我再补。哥，这个真给我，可他们都笑你收破烂。给你，以后你的学费、书费哥管。小雨，别人笑是因为他们只看见表面，你要记住，靠本事吃饭不丢人，没本事还笑别人的才丢人。看把你高兴的。妈，这是哥给我买的，我明天要背去学校。学费你交了？交了，还预交了一点资料费。花了多少？该花多少花多少。小雨不能因为家里穷就不读书。明月，你真撑起这个家了。爸，你不是说要修旧东西吗？这里面有细错、卡尺、小台钱，拿去用。您不是一直不让我碰这项工具？我是怕你乱碰，现在看你还能用得上。爸，谢谢。以前我总觉得你读书没读出来就完了，现在看，路不止一条。我不是低头，我只是承认，你这条路好像不是瞎折腾。这就够了。你以后做买卖，账一定要清楚，票据、收据能留的都留。我知道。旧货这行水深，别贪快钱。爸，我不碰脏货。记住你今天这句话。拿着！顾家的男人穷可以，但手艺不能丢。这里，以前供销社和农机厂有过联合调拨，一批旧设备零件和宣传器材被封存在那里。农机厂，这批东西如果还在，就不只是废铁。婉晴，你怎么跟收新货的研究废纸啊？这不是废纸，是档案。这里写着德制零件随设备封存，你知道是什么意思吗？可能霰弹肘问现在国将湘军作坊对这密件能卖钱，有过煞气。更重要的是，可能还有图纸。图纸也值钱，对懂机械的人来说，却重气力。他们看这些旧东西的时候，可我觉得你是在替这个时代捡回记忆。农机厂那边不好进吧？你父亲就在厂里，万一被人说闲话。所以更要走正规流程，公开竞价，票据齐全，谁也抓不到把柄。你每一步都想好了。吃过亏的人才知道证据比嘴硬有用。
又是那个人。他跟得越紧，说明这批货越有价值。哼，这不是账本，是藏宝图。顾明远，哼，你不是老顾家的儿子吗？来厂里干什么？我想申请查看报废仓库，按厂里规定参与废旧物资竞价。你一个收信货的，还知道竞价？正因为收新货，才得按规矩来。你怎么来了？爸，账本上写的3号报废库，我想看看。厂里的事儿，你别乱插手。我不乱插手，我走公开流程。老顾，你儿子现在生意做到厂里来了。3号报废库，那里面多年没人动了，都是废铁烂木头。我愿意按厂里焚旧物资处理流程查看，并登记报价。你倒是懂规矩，不懂规矩买到手也不安心。老顾，这是你儿子，也不用看我爸的面子，我只要一个看货的机会。下午让仓管带你进去，只准看，不准私拿。明白。看吧，都是些老掉牙的东西，厂里早想清掉。德制传动件，精度还在，乡镇机械厂抢着要。这些零件，当年进口设备上拆下来的。哼，谁知道，反正放着占地。真正值钱的在这儿。这批货，我要参与竞价。3号库那批东西按废铁处理就行，放着占地方，还容易出安全问题。这批东西不能只按废铁算。你一个收破烂的，还教厂里怎么处理设备？设备整体报废，不代表零件没有价值，尤其是进口传动件、铜件、老图纸，应该分项估价。分项估价太麻烦，但能让厂里多收入。你说多收入就多收入，你想低价拿走才是真的吧？这是我昨天初步记录的东西：德制传动件1箱，黄铜筏件3箱，旧车床可修复部件2套，农机结构图纸27张。哼，说的像真的一样。如果按废铁处理，厂里最多收300块；如果分开处理，光铜件就不止这个价。你能出多少？我可以整体报价800，但前提是厂里公开登记，开正式处理票据。这800，这小子疯了，他哪来这么多钱？800收一堆废铁，你这钱怕是不干净吧？赵科长，东西我公开买，钱我当场付，票据厂里开，哪里不干净？按规定，废旧物资处理确实可以公开竞价。主任，这种小事没必要搞复杂吧？正因为是厂里的东西，才不能怕复杂，越公开越清楚。好，3天后公开竞价，价高者得。一个收破烂的还想买厂里的设备？我不是想占便宜，我是想让他们重新有用。爸，3天后我会让他们知道这不是废铁。听说了吗？老顾儿子要买厂里的报废设备，买是假，靠老顾占厂里便宜是真吧？父子俩一个在厂里，一个在外头收破烂，配合的挺好。你们说什么？没说啥呀，大家就觉得这事儿巧。少嚼舌根，公开竞价，谁都能出价。话是这么说，可老顾在厂里几十年，谁知道有没有提前透底？我顾建设干了半辈子钳工，没拿过厂里1颗螺丝。哼，以前没拿，不代表以后不拿。爸，你非得碰厂里的东西？我走的是公开流程。你走流程，别人说我占便宜，说我给你偷消息，我这张老脸往哪儿放？我让你收旧货，不是让你收进我厂里来。爸，我没想让您难做。你已经让我难做了。爸，如果我退出，他们就会按废铁价处理。真正占便宜的人不是我，是那些想私下拿走的人。我会公开报价，公开付款，公开拉货，所有票据都留存。谁说您徇私，我就拿证据让他闭嘴。要让东西按真正价值交过我，工人的手艺不能糟践，那这些机器也不该被糟践。爸，我会让他们知道您没丢人。你要是敢让人抓住一点把柄，我第一个不饶你。我明白。这一次，我不只要赚钱，还要替您把脸挣回来。还没睡？睡不着。3天后竞价，得先算清楚。这是你从账本里抄的？3号库里的图纸可能对应早年小型拖曳机和播种机改造件。这图纸当年确实有人研究过，后来厂里转产就扔仓库了。现在乡镇作坊多，很多地方缺小型农机，大厂看不上的改造图纸，小作坊正需要。这个传动结构还真能改。你不是只打算卖废件？废件赚1笔，图纸赚第2笔，能修复的设备赚第3笔。图纸也能卖？卖的不是只是方案。乡镇机械厂如果按这套图纸改设备，能省很多试错成本。哎，你这脑子真不像以前那个只会死读书的顾明远。我是说，你现在会想事儿了。人总得摔一跤才行。这里不行，小作坊的设备没那么高精度，得改成更容易加工的结构。爸，您能把改造方案补全吗？是。如果这套图纸能卖出去，您才是关键。我懂旧货价值，您懂机器怎么活，咱俩合起来才能把这些东西真正变成钱。拿尺子来。
这批旧东西可能真不是废铁。3号报废库废旧物资公开竞价处理。顾明远，今天还真敢来！公开竞价，我为什么不敢？你一个收破烂的，哪来的钱买厂里设备？该不会是早就跟人串通好了吧？等一下，我接到举报，有人利用厂内关系提前获取报废物资信息，企图低价倒卖国家财产。说的不就是老顾儿子？赵科长，你说的是我？是不是你？查了才知道。顾明远，你敢说你不是靠你爸知道3号库的？我靠旧供销社账本查到的。账本呢？谁知道是不是你编的？账本我带了。先把人带去。竞价暂停！凭什么带人？公开竞价还没开始。老顾，你也得接受调查。顾明远同志，麻烦你配合一下。我会配合，但我也请大家记住，我今天是带着申账本钱和公开竞标派资格来的，不是偷偷摸摸。说的好听，等查出来，看你还怎么装。你最好确定丢妈妈按死，不然等我走出来，倒霉的就是社局的人。明远，爸，别急，票据和账本都在，真东西不怕查。一个收破烂的，还想跟我们斗？那就让账本说话。有人举报你利用顾建设同志的厂内身份，提前获取3号库信息，准备低价倒卖厂里报废物资。举报人是谁？现在问的是你，不是举报人。可以，我也希望当众查清楚。顾明都到这儿了还……赵凯，你这么着急，是怕我拿出证据？3号库线索来自旧供销社仓库账本，不来自我爸。这里有原始账页、图书馆查询记录、厂办申请登记，还有厂办主任签字。既然事情闹大了，就公开说清楚。顾明远，你把你的账算一遍。厂里原本按废铁处理，预计收入300左右，可3号库不是单纯废铁。德智传动件如果成套卖给乡镇机械厂，保守估价300。旧车床部件可以翻修，图纸有改造价值，全部按废铁卖，亏的是厂里。他昨天申请查看时确实做了登记，没有私自进入仓库，这些都是他自己估的，谁知道准不准？所以我建议公开竞价，价高者得，所有流程留档。公开竞价，你为什么要暂停？另外，我查了一下近3个月废旧物资处理记录，有2批铜件按废铁价出了厂。你胡说！这是公告栏上的处理单抄录，这是仓库登记编号，重量对不上，材质也对不上。赵副科长，这2批物资是你经手的？你别血口喷人！我没说是谁私吞，我只当众算账，账不会撒谎。3号库竞价继续，此前废旧物资处理记录全部复查。你们社局想查我，正好我也把账查清了。3号报废库废旧物资公开竞价，底价300元。300底价太高了，里面都是锈铁，不划算。800。还真出800，还有没有更高？800一次，800两次，8003次，成交。铜件单独放，德智传动件不要磕碰，图纸不能卷太紧，受潮的鲜亮不要晒。你不是收废品的吗？怎么比厂里技术员还细？旧货不是乱收，是分类、判断、修复、找买家。你说这些德智传动件有用，怎么证明？这批件虽然老，但精度保存得好。乡镇机械厂现在扩产，买不起新进口件，修旧设备最缺这个。他说的对，这件磨损不大，重新搅一下还能用。老顾，你也这么看？这批东西不该按废铁卖。小顾，我今天原本以为你是来占便宜的，厂长这么想正常，现在看是我们自己没把东西看明白。厂里缺的是处理渠道，不是东西没价值。你能不能帮厂里评估另外几批老设备？可以，但我有个条件，所有评估公开流档，该厂里挣的钱不能进私人腰。好，你比我们厂半数干部都懂设备价值。明远，你花800买这么多铁疙瘩，真能赚回来？哥，这个像不像机器人的胳膊？它比机器人实在，修好了能挣钱。这台车床主轴没坏，早轨磨损也能调，真要修能修。爸，我想先修它。为什么？乡镇5金作坊最缺小车堂，修好一台比拆零件赚得多。那就先拆主轴箱，这根轴不能换便宜货，转起来会抖。用厂里那德智旧件，尺寸刚好，还真合。旧东西最怕不配套，配上了就是宝。你这话倒像老师傅。哼，跟您学的。少贫。上油，活了！旧车床也敢卖2000，新的也就贵不了多少。新的你现在买不到现货，买到了也不一定适合你这里的活。这台我和我爸叫过，适合加工农具小件，你可以试。车出来的件不圆，我们1分不要。老板，稳，不抖。2000，能不能包1个月小修？包，人为乱拆不算。800买回来的东西。第1台就卖2000，明远，这次是爸看走眼了。老顾，听说你们爷俩修好的小车床卖了2000，人家作坊正好需要。老顾，之前我们说话难听，你别往心里去。你们说我可以，说我儿子占厂里便宜，不行。是我们没看懂。
没看懂就少说。3号库处理之后，厂里多收入800，还发现此前废料处理问题。顾建设同志主动避嫌，没有参与定价，但后续修复设备证明这批旧物确有价值。老顾，你干了一辈子钱兵，厂里以前对你的技术重视不够。我就是干活的，以后老设备评估，你参与技术把关。至于废料处理账目问题，厂里会继续查。小顾，以后有旧设备，帮我们也看看。只要东西来路清楚，可以看。以前小看你了，旧货这行看走眼正常，以后别看清人就行。今天厂长让我参与老设备评估，好事儿啊！都是你闹出来的，那您怪我？不怪。顾建设同志还有顾明远，给厂里挽回了损失。韩哥说了，砸狠点，让他知道进货节谁说了算。他现在不是有钱了吗？还骑着破3轮，越是心疼什么，越砸什么。谁？明远，这是得罪谁了？哥，他们会不会再来？我去追！爸，别追，黑灯瞎火，容易吃亏。车都被砸了，你还忍？不是忍，是留证据。这是谁干的？小顾最近赚钱快，肯定让有人眼红。你知道是谁？能在这时候砸我车的，只有韩三刀。那就报公安。报，但证据还不够。韩三刀不会亲自动手，他会推得干干净净。那怎么办？他们砸3轮，说明怕我继续收货。爸，他们怕了。一辆3轮砸不垮我，该换更快的车了。这车外表旧，发动机还行，就是前叉有点歪。前叉能绞，链条要换，油路也得清。老师傅懂行啊！别套近乎，多少钱？650。480。你这砍得太狠了！前叉、链条、油路、轮胎修下来至少100多。我不是买新车，发动机声音有杂响。行，520最低了。500，今天付钱，成交。刚赚点钱就买摩托，别飘。 3轮被砸，销货范围也该扩大了。摩托不是面子，是效率。你最好真这么想。明远，巧巧，你买摩托了？2手的，方便销货。以前赵凯骑摩托，你连看都不愿意多看一眼。以前我以为摩托代表体面，现在我知道，它只是工具。顾明阳，买辆破2手摩托就想学我？我买车拉货，不是拉虚荣。破车配破烂，倒也合适。赵凯，你的摩托是你爸给的，我的车是我自己挣的，谁更体面，你心里清楚。明远，能不能单独聊聊？以后再说，我还要收货。师傅，听说电影院要清仓。是啊，以后都放录像了，这老放映机、胶片、海报没人要喽。我收。哈哈哈哈！小伙子，你收这干啥？胶片易燃，放映机又笨又沉。旧东西沉，说明里面有分量。你真懂电影，懂一点保存，也懂一点旧影像的价值。这卷放过吗？哎，这卷啊，当年县里戏曲汇演时拍的，后来拷贝坏了，就没人放了。南河班现在还有人唱吗？早散了，几个老艺人也走了。那这卷不能当废胶片卖。你要是真收，别糟践它。我保证。这些东西你给多少钱？放映机按旧设备算，胶片和海报按资料算，一共120。别人只愿给20，他们收的是废料，我收的是影像。后面库房还有2箱片盒，你自己去搬，别让那些拆房子的乱扔。这次可能捡着大东西了。胶片保存状态怎么样？有轻微土酸味，但还没彻底坏，只能低速适应，不能强拉。这机器也多年没转了，得慢慢来。我调过齿轮，先放10秒试试。是南河班的梅老先生，他这段戏后来没人会了。停！先停！周老，怎么了？不能这么放，要保护性转滤。这不是普通胶片，这是地方戏活资料。我也是这个意思。今晚只确认内容，
不连续播放。我以为这辈子再也看不见这段了。小顾，你知道你找回来的是什么吗？一个剧种留下来的影子。不只是影子，对研究地方戏来说，这是证据；对老一辈人来说，这是命根子。你每次都能从没人要的地方找回被忘掉的东西。不是我厉害，是这些东西本来就不该被忘掉。明天我找馆长，这批胶片，文化馆必须留下。失传地方戏影像、南河版老艺人、旧电影院原始胶片，这批资料价值太高了，必须尽快保护性转录，再拖胶片会继续坏。小顾同志，这批胶片你准备怎么处理？和上次底片一样，优先留给文化馆。你开价？我不漫天要价，胶片、放映季、海报、票层资料全套5000，不贵。若这批资料流出去，别说5000，后悔都来不及。5000可以，但款项需要走流程，可以等手续。我只要正式收购证。还有一件事，管理想聘请你做旧物修复顾问，协助我们处理民间旧影像、旧一切、旧书资料。你有眼力，也有手艺，更重要的是，你知道什么东西该留下。年轻人，不要推辞，县里缺懂旧物的人。我可以接，但我不碰来路不明的文物，也不替私人洗货。这正是我们看中你的地方。恭喜你，顾问。别笑我，顾问也得继续登车收货。你已经不一样了。我还是那个收进货的。不一样，以前他们只看见你收破烂，现在有人看见你在修历史。文下馆顾问，你真的变了。明远，有事？能不能陪我走走？我听说你成了文化馆顾问，还赚了5000。消息传得挺快，现在镇上都在说你有本事，以前也都在说我没出息。明远，当初我跟赵凯走是我妈逼我的，她说你落榜了没前途，我怕以后吃苦。所以你选了不吃苦的路。我知道我错了，可我们从小一起长大，你真的一点旧情都没有了吗？有过，所以我不恨你。那我们能不能重新开始？不能，你当初离开不是因为我不好，是因为我穷。现在你回来，也不是因为我好，是因为我能赚钱。不是这样的。你喜欢的不是我，是现在能给你体面的我。李强强，顾明远，你敢挖我墙角？管好你自己的人，是他找我，不是我找他。你还真后悔了？好得很。明远，我们真的回不去了吗？回不去了，人可以怀旧，但不能往回活。顾明远，我不会让你好过。小顾，听说你现在是文化馆顾问了，眼力了不得呀。韩老板有话直说。这位兄弟手里有几件老东西，想请你长长眼。好东西啊，这得值不少钱。小顾，你要看得准可以接下来，人家急用钱。东西看着不错，我就说你识货。家里老人留下的，急着给孩子治病，要不是没办法，我也不卖。多少钱？2000。小顾，这要是真东西，2000可太便宜了，你要不要？文化馆顾问总不会看走眼吧？我确实有兴趣，但这么大金额，我得找人一起看。怎么不敢自己定？越是好东西，越不能急。东西先放你们手里，我下午给答复。下午不行，我急用钱。小顾，人命关天。你要真懂，就别磨蹭。治病急用钱，医院收据有吗？户口名字有吗？老人留下的来源能写证明吗？你这是买东西还是审犯人？2000块不是小数，来路清楚，我才敢碰。东西我先不拒，下午文化馆见。他心动了，下午让他当众栽个大的。青铜器、瓷瓶、玉佩，急用钱2000块。还让韩三麻牵线，太像局了。那你为什么还答应下午见？不入局怎么破局？你已经看出假了，8成假。瓷瓶釉光太浮，底号太刻意；青铜器铜锈像做上去的，玉佩油光也不自然。判断方向对，但要让韩三忙输得明白，得有证据。所以请您出面。假货有3类：低级假，做旧粗糙；中级假，器型仿得像；高级假，讲故事骗人。韩三刀这批应该是第2类加第3类。那你准备怎么办？当众验，让所有旧货街商贩都看见，不是我不敢买，是韩三楼拿假货害人，
如果他反咬说你故意污蔑呢？那就让材料、工艺、来源3条证据一起说话。这局你要让他输得明白。顾明远，韩三刀不是普通商贩，他敢设这种局，背后可能还有更脏的东西。我知道。那你还要硬碰？假货局不破，以后他会继续用这一招坑别人。今天是我，明天可能就是老人、农民及用钱的人。你总是把别人的事儿也背到自己身上。我只是看不惯他们把旧物当刀，把人心当秤砣。走吧，该回旧货街收网了。小顾来了，大家都看看，文化馆顾问今天要收大货了。怎么还把周老请来了？2000块的大货，谨慎点好。我急用钱，没空折腾那么多，那更要快。验完真，钱立刻给；验出假，话也当中说清。胎质新，釉光浮，底款刀痕太硬，不是老物。哼，周老，您看一眼就定假，太武断吧？老瓷自然磨损不会这么整齐，这里是人为打磨做旧。真是假的？看着挺像啊。铜锈浮在表层，用湿布一擦就漏底。我也是帮人牵线，东西真假我可不知道。你说老人留下的拿不出来源证明，你说孩子治病拿不出医院单据，现在东西是假的，你还有什么话说？别跑，差点坑了我们旧货街的名声。韩老板，你说自己不知道真假，那我问你，为什么昨天你让人到处传说我今天一定会高价接盘？做旧货，眼力是本事，设局害人是坏规矩。假货可以看走眼，但用假货害人就是行骗。韩老板，这一局你输了。谁是苏婉晴？我是，你们有什么事？就是你帮顾明远倒卖文物吧？你胡说什么？别装了，顾明远那些旧书、底片、胶片，不都是你帮他查资料，然后高价卖的？这里是图书馆，不许闹事！大家看看，苏婉晴利用图书馆资料帮顾明远找旧物，再倒卖赚钱。这真的假的？他平时确实总和顾明远在一起。我查的是公开资料，顾明远卖给文化馆的底片和胶片都有正式证明。证明？谁知道是不是你们串通好？再闹我报啊！正好让查查你们图书馆有没有参与倒卖文物。谁说苏婉晴倒卖文物？哼，正主来了。这是县文化馆底片收购证明，这是地方系胶片收购证明，这是文化馆顾问聘书，这是每一笔旧物收购账账。苏婉晴帮我查的是公开档案，整理的是合法资料。你们拿几张假纸条就敢污蔑图书馆工作人员，是谁指使的？回去告诉韩三纠，冲我来，动他不行。红星照相馆底片来源清楚，旧电影院胶片来源清楚，供销社账本来源清，每一样都有卖主、有价格、有证明。这些都是正式文件，原来是合法收购。刚才那几个人一进来就乱喊，怕不是故意闹？谁知道这些证明是不是候补的？文化馆就在隔壁街，你现在可以去核实。你们说这是苏婉晴帮我倒卖文物的证据？没错。那你们连图书馆档案编号都写错了。我们馆的旧书档案编号是年份加分类号，你们这几张纸全是乱编。还有这个民国珍本外售登记，图书馆根本没有这个表。伪造材料，污蔑工作人员，这件事我会报。站住，把话说清楚再走。谢谢你。该说谢谢的是我，要不是你帮我整理台报，今天我也没这么快拿出证据。你每一笔都留证明，是早就想到会有这一天。旧货这行，眼力能赚钱，规矩能保命。那我以后帮你把所有资料整理得更清楚，谁也别想再用这个害你。会很辛苦。我不怕。我信你。这里住的大多是退休干部、老师、老职工，旧书可能不少。旧书不是越多越好，要看谁留下的，怎么保存的。等等，这箱书卖吗？你问沈老，那是他家的。年轻人，你收旧书？收，也整理。你是图书馆的小苏吧？沈老师您好。搬去儿子家，地方小，这些旧书旧杂志他们都嫌占地方。沈老，这些不是普通废纸。年轻人，你能看出什么？民国期刊，纸张脆了，但保存还算完整。这里面可能有创刊号和名家文章。你真懂？略懂。
苏婉晴比我更懂目录整理。沈老师，这批书最好不要散卖。别人来收，只问多少斤，你倒好，先问书怕不怕潮？书不是废纸，尤其是您这种一辈子教书的人，留下来的东西更不能乱扔。这些书，终于等到懂它的人了。沈老，价钱我不会压您，但我要先细看，分出普通旧书和珍贵期刊。好，我信小苏，也信你。创刊号，这是我父亲留下的，他年轻时在省城读书，后来把这些书带回来了。沈老，这本不能按旧书卖，那按什么卖？按文献卖。创刊号、保存完整度、作者名单有没有提签，都会影响价值。这里有名家短文，还有编辑手记。沈老，这几本如果能配成连续期，价值会更高。我一直以为这些都是旧纸，很多旧纸是因为没人知道他记录过什么。我建议先编号，记录品相，不能混。你们不像买书的，像在救书。买卖要讲价，但旧东西也要讲良心。那你开个价。普通旧书按市场价算，这批民国期刊我先给您800定金，后续如果卖给藏家，我按实际成交价再补差价，写清楚协议。你不怕我反悔？我怕您吃亏。年轻人，我这一辈子见过不少收书的人，你是第一个主动怕卖主吃亏的。旧货行当里短利容易，长信难。好，这批书交给你，如果真有价值，我希望他们去该去的地方。沈老师，我们会好好整理。这批期刊足够让我真正进入高端收藏圈。这东西从哪儿来的？老干部家属院退休教师沈老家里。创刊汉、连续期、名家文章，保存的竟然还不错。有几册有重注，但主体文字完整。你知道这批书的价值吗？知道大概，但需要您确认。这不是普通收藏品，这是文脉。沈先生，这批期刊非常珍贵，尤其是创刊号和连续期，对研究民国地方文学传播有价值。真这么重要？重要。您保存了一批不该被称斤卖掉的书，那我父亲在天有灵，也能安心了。沈老，东西价值确认后，我建议找省城藏家或研究机构，不急卖。我认识一位省城藏家秦老板，专收民国文献，但这个人会压价，你要小心。我明白。小顾，你最近风头太盛，韩三刀那边不会善罢甘休，省城藏家也未必都干净。我知道，高端旧货圈谁比废品站深？废品站坑的是斤两，高端区坑的是眼力和人心，所以我才请您把关。我可以帮你牵线，但价格你自己谈，你不能永远靠别人给你撑腰。这一次我自己上桌。记住，真正的好东西不怕等价，怕的是你先急了。周老介绍的人我肯定信。小顾，把东西拿出来看看吧。秦老板，东西是神网家传文献，来源清楚，我只谈正规转让。当然，我们都是文化人，讲规矩。东西还可以，品相一般，有重注，纸张也脆。民国期刊嘛，省城也见过不少。这样吧，看在周老面子上，我出3000。秦老板，3000是普通散本价，不是这批东西的价。年轻人胃口别太大，旧书这东西买家少，出手难，你压在手里容易坏，所以我急着出手。不急，你花钱收来的不想回本。这批书不愁回本，愁的是卖便宜了。对不起沈老。那你想要多少？我不急着报价，您如果真想要，按文献价值谈，我按废旧书谈。怎么谈？第一，创刊号；第二，连续期；第三，名家文章和特编辑手记。沈老父亲藏书来源清晰。第五，保存状况虽有瑕疵，但主体。你倒是真做过功课。旧货可以靠眼力，文献不能靠嘴。明天再谈。我回去查查目录。可以，东西我带走。你不放我这儿，没成交之前，东西不离我手。小顾，你不像县城收旧货的。我本来就不是只收旧货。我查过了，你这批期刊确实比我昨天估的要好。那秦老板今天准备按什么价谈？5000，还是低。年轻人，5000已经不少了。你县城收来的东西，转手能赚几倍，差不多该知足。秦老板，我赚多少不决定它值多少。如果您只是想捡漏，那今天不用谈。如果您是真想收文献，我们可以继续。这是我们整理的目录，创刊号1册，连续期11册，其中3册有名家署名文章，2册沈老父亲题记。你们整理的这么细？文献价值不是凭感觉，是凭资料。这批东西如果拆开卖，短期可以卖，但完整性会被破坏，所以我只整批出。你想卖多少？12000。太高？不高。您收走后配上展览、研究、转让，价值不止这个数。你连我后面怎么卖都算了。我只是不想让沈老吃亏。1万、 12000。11000， 12000，外加一份正式转让协议
注明来源和保存责任。你还管我怎么保存？卖给懂的人，不代表卖完就不管。沈老希望这些书去该去的地方。秦老板，小顾这个价不算离谱，这批期刊完整性难得。12000，年轻人，你这价咬得够死。不是我咬价，是东西值这个价。沈老的书没有被贱卖。明远，这么多钱，真是卖旧书来的。沈老家的民国期刊，省城藏家收了，12000，协议都在。这回手续倒是齐全。哥，咱家是不是有钱了？只是有了起步的钱，还不能乱花。这么多钱放家里不安全啊！你还不睡？我睡不着，万一遭贼怎么办？万一别人知道咱家有这么多钱怎么办？明远不是说了，明天就去存一部分。可我心里慌，咱家什么时候见过这么多钱？以前穷，怕孩子没出路，现在有钱又怕钱惹祸。老顾，明远是真长大了。是啊，比我想的还快。昨晚你妈一夜没睡。我知道，钱不能一直放家里。你打算怎么办？存一部分，留一部分周转，再租个门面，不能总摆摊儿，得有自己的铺子。开铺子可不是小事儿，所以要趁现在。韩三刀盯着我，摆摊太被动，有了铺子，账目、货源、客户都能稳下来。你真想好了？妈，咱家不能只靠我到处捡漏，得把旧货生意做成正经门面。我要开一家旧货修复铺。这铺子以前卖杂货，后来空了2年，你要租，1年240。这么破还240？街口位置好啊。1年200，但我要自己修门面，房租半年一付。太低。这屋顶漏水，门框也坏了，修这些钱我自己出，你空着也是空着。他开的是旧货修复铺，铺子起来了，这条街也有人气。行，200，半年一付。前面摆旧书、莲花画、搪瓷牌，左边放相机和小器械，后面做修复台，仓库只放登记过的货。你还分这么细？货不分清楚，账就乱，账乱迟早要出事。那我帮你做货品编号、来源、价格、修复状态、卖出记录都写清楚。这活很细。图书馆干的就是细活。哥，我也能帮忙贴标签。好，你负责最漂亮的标签。顾家小子真开铺了，收破烂还能开门面。从3轮到铺子，这是第一步，也是最难的一步。招牌挂上了，别干2天就摘。不会摘，以后还要换更大的。明远旧货修复铺开张。哟，顾老板开张啊？怎么连鞭炮都舍不得放？旧货铺不靠响声招客。这些破烂摆着再整齐也是破烂，你还真把自己当老板啊？我是不是老板，不需要你承认。要不要我替你放一卦，就当送你倒闭前的热闹。小顾，开业大吉。文化馆都来了。顾老板，以后厂里老设备还得请你多把关。你是来祝贺的，还是来闹事儿的？我就是开个玩笑。那鞭炮留着吧，等你自己开业再放。旧相机维修编号001，旧书收购编号002。老顾，你这比在厂里还认真，收了人家的钱就得干好活。铺子小，但规矩立得好。小铺靠信誉，大铺靠规矩。今天忙了一天，你该回去了。这批单子不整理完，明天就乱了。你只是来帮忙，不是来熬命。那如果我不是帮忙呢？顾明远，我想入伙。你在图书馆虽然只是临时工，但比这里稳定。稳定不代表有奔头。我在图书馆看到太多旧书旧档案被人忽视。你这里虽然小，但你真的在救这些东西。旧货铺很累，也会被人看不起。我已经被牵连过了，怕的话早就不来了。你负责收看修，我负责档案、目录、客户来源证明。我们把这家铺子做成最干净的旧货铺。你想好了？想好了。那就写清楚，工资、分成、职责都写明白。你连这个都要写？越亲近越要写清楚，不然以后伤情分。好，那我正式成为明远旧货修复铺的第1名账房兼档案员。不，是合伙人。以后这铺子也有你一份。那我们就一起把这些旧东西留下来。
小雨，怎么了？他们说哥是收破烂的，说我家丢人。明远，他们说这些，你觉得丢人吗？我不觉得哥丢人，可他们都笑我。那哥带你去一个地方。哥，来这里干什么？让你看看别人嘴里的破烂去了哪里。小雨来了，正好新掌柜不好了。小雨，别急着跟他们吵，让事实替你说话。哥，这些都是你修的？有些是我收回来的，有些是和爸一起修的，有些是文化馆老师们整理的。你哥哥不只是收凶货，他找回了我们县很多丢失的记忆。顾明远，这是你哥？是我哥。这些东西真是你哥修的？顾明远同志是我们文化馆的旧物修复顾问，他做的事值得尊重。我哥不是收破烂，他是在修历史。哥，我以后再也不怕他们笑了。不用怕，也不用恨，你只要记住，人的价值不是别人嘴里说出来的。哥，我以后想好好读书。你本来就该好好读书。我以后想学历史保护，像你一样。那你要比我更厉害。哥，我以后也要靠本事，让别人闭嘴。这些桌椅书本堆了几年，早该清掉了。旧课桌、旧书教具我都可以收，你要就全拉走，按废木头废纸算。这里以前应该有不少学生。学校里的旧物最容易夹东西，作业本、课本、抽屉都得看。学生作业本能有啥值钱的？有时候，最值钱的东西就夹在没人翻的本子里。这里有邮票，普通信销票，但说明这里可能有学生集邮。哼，小孩子玩的东西也收？小孩子玩剩的，几十年后未必简单。那里能进去吗？校长办公室，钥匙早丢了，门一推就开。这里有一整包旧信封。这是……别出声，这东西不能在这里打开看。值很多钱吗？现在卖已经值钱，再过几年可能是天价。编制完整，持孔好，胶面也没明显损伤，保存的太好了。那校工知道吗？不知道。学校清仓时，所有旧纸按整体打包收购，我付了钱，开了收据，来源没问题。那我登记。这件先不写具体名称，只写学校旧档案只带一件，详细记录单独封存。为什么？财不露白，铺子里人来人往，韩三刀还盯着我。邮票这种东西体积小，价值高，一旦消息漏出去，麻烦很大。那怎么保存？防潮、防光、防折，先加进无酸纸，再放铁盒，最后存到银行保险柜。你明可以马上卖掉，换很多钱。真正的好东西，不该被急钱逼着卖。你不怕自己判断错？怕，所以更不能急。等我有更高的平台，可靠的买家再出手。你越来越像真正的收藏家了。我现在还是旧货铺老板，收藏家那是以后的事儿。那这东西算什么？算未来的传票。这东西现在不能卖。顾哥，昨天学校那批旧纸我都搬进后仓了，普通课本放外仓，档案纸袋放内柜，没有我和苏婉晴的签字，任何人不能动。明白。以后铺子大了，规矩得更早立。顾哥，你这旧货铺比银行还严。旧货铺不严，迟早被人搬空。保险柜已经租好了，邮票暂时放那里，铺子里只留普通货。韩三刀真会为了不知道的东西动手吗？他不需要知道具体是什么，他只要知道我从学校收了好东西，就会动心。那我们是不是该低调一点？已经在低调了，但这行里赚钱本身就会招人眼红。那你怕吗？怕，但不能因为怕就把路让给坏人。你这是故意留下的？诱饵，韩三刀如果真动手，
说明他已经盯到铺子里了。我们不能永远放，要让他露尾巴。太危险了。我会通知派出所人，也会让小陈这几天别守夜。人比货重要。我信你，但你也要答应我，别拿自己冒险。答应你。这个人不只是会赚钱，他知道什么该拿，什么该守。顾明远前几天从废弃小学收了不少旧纸，出来时宝贝的很。旧纸，听说里面夹了邮票。邮票体积小，价钱高，怪不得他最近枷锁又改账。韩哥，要不要摸进去看看？呵呵，不是看看，是拿出来。顾明远能发财，凭什么我不能？万一他报……你们手脚干净点儿，拿了就走，不要伤人。他新换的锁不好开，快点！找到了，是不是这个？先拿走。找什么呢？我们什么都没偷。撬锁进门，拿走登记货品，这叫没偷。是韩三刀让我们来的。谁指使的？没人指使，我们自己想偷。你们知道木盒放在哪个柜子？知道学校旧址？知道铺子换锁？没人说，你们怎么知道？是韩三刀让我们来的。他说顾明远收了邮票，让我们拿出来。你疯了！韩三刀有没有参与撬锁？他没来，但他说事成给我们200。200块换牢饭，值吗？顾哥，还好昨晚你让我别守夜。韩三刀这是明抢。真品已经在银行，铺子里只有诱饵。顾哥，你早知道他们会来。不知道他们哪天来，但知道他们一定会来。你这叫空城计？空城不空，人证物证都在。偷货偷到官手里，韩三刀这回麻烦了。顾明远早有准备，真厉害。告诉韩三刀，旧货可以抢生意，不能抢规矩。再有下一次，就不是抓2个小贼这么简单了。顾明远，你敢给我下套！各位都来评评理。顾明远设局害人，把普通票册放在柜子里，故意引人去拿。韩老板，撬锁进门还能怪人家设局？我手下是被他诱导的，他说有邮票，故意发货，引人犯错。韩三刀，偷东西的人是你手下，指使他们的人是谁？派出所已经有口供。口供？2个小混混为了脱罪，乱咬人也算证据？所以你今天是来撇清的？我是来告诉大家，顾明远心机深，谁跟他做生意，迟早被他算计。这是铺子货品登记，这是诱饵货品的真实价值，这是被撬锁的报案记录，所有东西都在账上。你越是账做的细，越说明早有预谋。防贼叫预谋，那你派人偷货叫什么？我今天把话放这儿，明源旧货铺所有货源来路清楚，票据完整，谁想查随时可以查。小顾做生意确实比咱们规矩。韩老板，这事儿你不占理。顾明远，别以为有几张纸就能压我，旧货街不是讲道理的地方。以前不是，以后会是。你非要把事情做绝，是你先越界，砸车、假货、污蔑、偷货，每一笔我都记着。哼，那你就继续记，看你有没有命记到最后。威胁的话，当着这么多人说，不怕我也记进账里。韩老板，时代变了，说话也要留证据。陆老板，欢迎欢迎，县城旧货，您找我就对了。听说这县里最近出了个年轻人，眼力很好。您说顾明远，年轻人，运气好而已。运气也是本事的一种。你就是顾明远？是。听说你能从废品里找历史？夸张了，我只是尽量不让好东西被当废品处理。我这次来县里，一是收老物件，二是想找能长期合作的人。陆老板，我们韩记在旧货街做了10几年，货源最多。货源多，不代表货干净。顾先生，你看这几件如何？有真有假，也有半真半假。半真半假，有意思。哼，年轻人说话就是悬。那就请顾先生说说。这只盒子是真的，木料也对，但表面包浆被人清过，价值打折。我看这盒子一般，木头颜色不正，最多是红木。盒子本身不是重点，重点在夹层。你看出有夹层？重量不对，敲音也不对，底板比同尺寸盒子厚了1分半。看来今天没白来，
那就请二位一起见一见，谁能看明白这个盒子，谁就有资格跟我谈合同。颜色发暗，纹路不够活，依我看，不是老紫檀，最多民国仿品。韩老板只看表面，容易看错。哼，你看出了什么？盒是真紫檀，年份也够，只是被人清洗过，包浆浅了。真正的问题不是盒子真假，而是它为什么比正常盒子重。这里有夹层。你说有就有，万一撬坏了谁赔？陆老板，能开吗？可以，但开坏了你要赔。如果我判断错，我按市场价赔。好啊，我作证。真有夹层。纸张脆，不能直接拉。这封信我找了很久。瞎猫碰上死耗子。韩老板，旧货不是声音大就能看懂。顾先生，你赢了。我祖上在民国时经营商号，这批银票和商号文书后来散落民间。我这几年一直在找线索，所以这个盒子是线索，不只是藏品。没错，密信里提到几处旧宅和账册编号，可能牵出一批散落老银票。陆老板，这类东西涉及历史票据和文献，最好先确认合法来源。有钱不赚，你还管这么多？不管来源，迟早出事。顾先生，我想请你帮我继续找这批商号文书，价钱好说，可以合作，但要先说清楚3条，请说。第一，所有东西来路必须清楚；第二，涉及文物和重要文献优先报备文化馆或相关单位；第三，不能出境的东西不能出境。陆老板，你看他多会装清高。我倒觉得有原则的人更适合长期合作。韩三涛刚才听到银票时眼神不对，他动心了。你觉得他会抢这条线？他一定会。韩三敲做旧货不是为了旧货，是为了钱。银票、密信、老文书对他来说都是会计。那我们要插手吗？要，不插手，东西可能就被他卖到不该去的地方。这封密信不只是合作机会，也是韩三刀露底的机会。顾先生，今天你让我很意外。港城商人愿意听我讲规矩。我做生意但不想惹麻烦，来路不干净的东西赚一次钱可能毁一辈子名声。那我们能谈，我可以给你一条港城收藏券渠道，你有好东西，我逼润找买成，公开写合同。合作范围、货源证明、分成比例、禁止交易范围都要写清楚。顾先生身边这位姑娘很专业，她是我的合伙人。普通旧物、老相机、连环画、广告牌，这些可以走商业渠道。文献、影像、疑似文物，先鉴定报备。还有一点，不能把县里的重要地方资料打包卖走。你怕我把东西带去港城？不是怕，是先说清楚。可以，你的底线我接受。那合作收益也要透明，每一笔交易双方留底。你们两个，一个看物，一个看账，倒是绝配。顾先生，我见过很多有眼力的人，有人贪，有人急，有人自以为聪明。你不一样。哪里不一样？你明明很缺钱，却不是什么钱都赚。有些钱拿了手会脏，手脏了就修不好东西。你有原则，我更敢合作。从今天起，你有港城渠道了。怎么一个人跑这儿？想吹吹风。还在想陆启成的合作？他给你的机会很大，港城渠道、收藏圈、人脉，你以后可能不会只留在县城。你担心我走？我担心你走得太快，也担心我跟不上。苏婉晴，没有你，我的铺子账早乱了。没有你，很多旧书旧档案也整理不出来。可你会鉴宝，会修复，而唐生意，我只是整理资料。资料决定东西有没有来路，档案决定旧物能不能被记住。你做的不是小事。我不是只想当你的账房，也不是只想当合伙人。我喜欢你。你要是不愿意，就当我今天没说。我不是不愿意，我只是怕现在的我麻烦太多。韩三刀还没倒，铺子还小，未来也不稳，我怕把你卷进来。我早就卷进来了。那以后就别松手，等旧物馆开起来，我请你做馆长。那我等着。听说赵家囤的货卖不出去，赔惨了。以前仗着供销社关系，现在不灵了。
顾明远，有事儿？我有一批货，你帮我找买家。这些不是新货，是积压新货，我帮不了。你不是有渠道吗？陆老板、文化馆、省城藏家，你现在不是认识很多人吗？我的渠道收有价值的旧物，不收你家靠关系囤错的货。顾明远，你别忘了，我们都是一个镇上的。你羞辱我的时候，没想过我们一个镇上。赵凯，别说了。你闭嘴！你是不是也觉得他现在比我强？顾明远，我求你一次，行不行？我可以给你一个建议，低价处理能卖的，剩下的别再硬撑。你如果愿意踏实干活，我可以介绍你去作坊做销售。你让我去给人跑腿，我不要你可怜。靠双手吃饭不丢人，这句话我早就说过，那就当我没说。一个收破烂的，凭什么翻身？凭什么？小顾，你快看看吧，沈老的老朋友秦伯被几个陌生人带走了。为什么找我？秦伯家有些祖传文书，前几天有人来问，说出高价买，他不肯卖，今晚人就不见了。会不会和陆启昌那封密信有关？很可能。这是秦伯白天托我转交给你的，说如果他出事儿就给你。韩三刀动手了。秦老爷子，东西交出来，对大家都好。那是祖上传下来的文书，不卖给你这种人。文书在你手里是废纸，到我手里是钱。你这么大年纪，要钱还有什么用？有些东西不能卖。别跟我讲大道理，我只问你，陆家商号的账册在哪儿？人真在里面。秦伯留下的纸条指向韩记，今晚韩三刀手下也有人跟着他，再晚就来不及了。不许动！秦伯，东凶器在哪儿？韩三刀要找什么？这个不能落到他手里。终于抓到你的尾巴了。这不是普通旧货账，这是倒卖文物的暗账。韩三刀这些年表面收发品，暗地里压价收老人手里的文书、瓷器、玉件，再通过中间人卖出去。这里还有出境2个字，这就严重了。我早知道韩三刀不干净，他当年骗过不少老人，说东西不值钱，几块钱收走，后来再也找不回来。这账册能不能作为证据？需要配合人证、物证、交易记录，但这是关键线索。我们之前留的韩三桃假货局偷货威胁录音也能作为辅助材料。整理出来，按时间线排好。我明天去文化馆，再联系和文物管理部门。周老，这次能按死他吗？只要证据链完整，他跑不了。顾明远想把我送进去，那我就先把他拖下水。怎么拖？旧货这行谁手里没几件说不清的东西？报案吧，韩三刀这条旧货街的黑账该清了。韩三刀这些年通过废品站低价收走老人手里的旧文书、瓷器、玉像，再由中间人转卖，这里有编号、有代号、有金额。账册来源秦伯交给我的，他被韩三刀逼问祖传文书时，我和民警一起救下。这是我们铺子和韩三刀冲突的时间线，假货局、夜盗、威胁录音、污蔑图书馆都有记录。文下馆可以配合鉴定部分涉案物品，我们会依法调查。同志，我这可是正经废品站。韩三刀，有几起倒卖文物和非法收购案件需要你配合调查。谁污蔑我？是不是顾明远？顾明远，你够狠！账是你自己记的，是你自己做的。韩三刀真摊上大事了，早说他手不干净。这些东西来源证明呢？都是别人卖给我的旧货。卖主姓名、价格、收据。顾明远，你别得意，我进去也要拉你一起下水。你们真以为顾明远干净？他手里那些旧书、底片、邮票，哪件说得清？韩哥出事儿，就是顾明远为了抢旧货街生意故意陷害。顾明远不是都有票据吗？票据也能补，谁知道他背地里倒卖了多少？他这半年发财太快，确实不正常。一个落榜生突然这么会鉴宝，谁知道怎么回事？小顾，你真没跟韩三刀一起倒卖？你们别乱说，我们铺子每件货都有登记。登记给谁看？普通人又看不懂。看不懂可以查，我们欢迎各位监督我们。我知道大家怀疑什么，我发财快是因为我懂旧物，不是因为我碰脏货。你敢让人查？
敢，不只敢，我主动申请查。他们这是想用舆论逼你乱。韩三刀进去了，外面还有他的人，他想毁我的信誉。信誉这东西比钱难挣，也比钱容易毁。所以这次不能只靠嘴，所有票据、所有证明、所有来源都摊开查。你当初坚持每笔都留票是对的。他想把我拖进泥里，那我就把所有账晒到太阳底下。从第一笔收购开始查。第1号，王大妈家联华画8毛收购，文化光门口出售，买主老工人可作证。继续。第2号，刘奶奶缝纫机内银元，卖主本人知情，并有钟表铺收据。苏姐真厉害，你们连修复过程都记录？是，修复前状态、修复方式、修复后去向都有记录。你一个旧货铺，为什么做这么细？因为旧货容易说不清，说不清就容易被人栽赃。这句话有道理。今天多亏你。不是多亏我，是多亏你从一开始就肯按规矩来。规矩是你帮我变成了账，那以后账还要更细。苏婉晴，你救了这家铺子。我也是在救我们一起做的事。这家旧货铺的账比不少单位都清楚。经查，顾明远经营旧货修复铺期间，主要收购、修复、转让行为来源清楚，票据完整，未发现参与韩三刀倒卖文物行为。顾明远曾多次协助文化馆保护地方历史影像资料和旧文献，对防止部分历史资料流失起到积极作用。真查清了，韩三刀那帮人就是造谣。旧货行当可以赚钱，但不能没底线。顾明远做到了有账有证有规矩，这是旧货街以后该学的。老顾，咱儿子清白了。我只是做了该做的事。小顾，以前我们跟着韩三刀说过你坏话，对不住。以后旧货街能不能也按你这套规矩来？可以，来源、票据、登记、验货4件事做好，谁也不怕查。顾哥，你这是要给旧货街立新规矩了？不是我立，是这行本来就该有规矩。从今天起，明远进货修复铺照常开门。真没想到他背地里干这么多脏事儿，以前多少老人被他坑了。顾明远，你别以为你赢了，旧货街没我也轮不到你干净。旧货街不需要谁称王，只需要足斤足两。有些东西已经被转手，找不回来了。能追回多少是多少。这些老人卖出的东西，如果能查到原主，尽量通知家属。你有心了。旧物被抢走一次，不能再被遗忘一次。韩三刀倒了，旧货街不能乱。大家想请你牵头，成立旧货互助会。我可以帮忙，但我不做第2个韩三刀。我们要的不是老大，是规矩。收购登记、估价公制、纠纷调解、文物疑似上报，这些可以先试行。小顾，这条街以后得靠你带着往正路走。顾哥，咱这铺子越来越像正规单位了。越正规，越不能乱。修复部暂时由你和顾叔负责，鉴定部你把关，旧书档案部我来管。小陈负责前台收货登记，保证不漏一笔账。修旧东西不是把它弄新，该保留的痕迹要保留，该恢复的功能要恢复。顾师傅，那怎么分？靠眼也靠心，别一上手就想着磨亮。看什么？你那堆旧相机还没修完。顾师傅现在比我还像老板。少贫。从铺子到修复行，下一步呢？下一步不只是买卖旧物，而是留下旧物。旧物馆。总有一天，我要让这些旧东西有自己的展厅。老顾，真想好了，厂里还想返聘你做技术顾问。
我在厂里干了半辈子，够了。现在儿子那边也需要人。老顾，这是去给儿子打工啊？我是去当师傅。爸，要不再等等？舍不得是真，但人不能总守着一张旧工位。我怕您不习惯。以前我也怕你不习惯收进货，现在看，路都是走出来的。这些工具跟我几十年了，以后修旧物他们还能用。我和您一起扛。欢迎顾师傅。爸，金属和机械修复部以后归您管。我管可以，但丑话说前头，谁糊弄手艺，我第一个骂。顾师傅，有您坐镇，我们就放心了。从今天起，这里也是我的车间。陪我喝一杯。爸，您不是不让我喝酒？今天例外。你们爷俩好好说说话，别又吵。明远，以前爸看错你了。你落榜那阵儿，我真以为你废了。你说收费后，我觉得丢人。你赚钱，我怀疑你偷骗。你开铺子，我怕你飘。爸，您是怕我走歪路？怕是真的，看不起也是真的，这个我得认。你比我强，你不光能赚钱，还知道什么钱不能赚。以后修复行我跟你干，但我不是给你撑人面，我是真想把这手艺留下。爸，您的手艺本来就该被更多人看见。以前我总说顾家不能拿不干净的钱，现在我还想加一句，顾家的手艺也不能脏。爸，我们一起把修复行做好。儿子，爸以你为荣。顾先生，第一次进这种场合，感觉如何？人多，眼也多，这里的人嘴比眼更毒。东西和资料都在，别紧张。我不紧张，我只是想看看更大的旧货圈长什么样。你也是来送拍的？是。哪里来的？县城旧物修复行。旧物修复行，不就是收破烂的？现在什么人都敢来拍卖会，东西能不能上拍，看出身，还是看眼力。哼，既然你这么有信心，那你看看这件。盒子普通，里面的夹纸不普通。你还没打开？重量不对，盒盖压痕也不对，里面应当有长期夹藏的纸质物。打开！这个县城来的，好像真有点本事。那你再看这个，我们初步定为清末民窑。不是清末，是民国早期仿清末期。哼，凭什么？胎不够老，底足修得太规整，口沿磨损有，但不自然。真正问题是这处标补，这不是老伤，是近20年内修过的。这碗是我的。年轻人，你说修过，可有什么证据？可以用测光看修补胶痕。老瓷自然裂痕不会这样反光，修补手法不错，但瞒不过测光。我收的时候，对方说全品，它仍有价值，但不能按全品估价。你叫什么？顾明远。小顾，帮我看看这只旧表，我这本旧书，你长长眼。我可以看，但先说清楚，鉴定只是意见，不是审断。东西贵重，最好多方确认。稳不狂，难得。我刚才看清你了。下一组拍品来自县城明远旧物修复行，包含地方旧影像周边、早期搪瓷宣传牌、修复老相机一套。县城来的那位，刚才见此晚的年轻人。你的名字传开了。传开是好事，也是麻烦。3000、3500、4000。
6500成交。比预估高不少。因为这次买的不只是东西，还有来源故事和修复记录。小顾，以后有好文献可以先联系我。我对老广告牌感兴趣。老相机修复，你们接不接外地单？接，但排期要看修复难度。恭喜，一战成名。名气来得太快，不一定全是好事。能这么想，说明你还能走更远。真正的高端圈，我进来了。顾先生说还有一件重磅拍品。整版保存这么完整。废弃学校清仓旧档案中发现，整体收购有票据，来源登记完整。这件可以上专场。我要求注明来源，且不得拆版。不拆版，价格未必最高。完整性比短期价格重要。整版珍稀邮票，编制完整，保存状态良好，起拍价2万、2万5、3万、4万、 5万、5万、5万5、6万、8万8千元成交。8万8。这张未来船票终于换成了真正的船。你打算怎么用这笔钱？买旧厂房，建旧物馆。你还记得？我一直记得。从废弃学校抽屉里捡来的东西，终于送我走到下一步。这地方以前是小型五金厂，荒了几年。你确定要买？确定。地方大是大，可修起来花钱。前面可以做展厅，后面做修复工坊，2楼做档案室。这里不是废厂房，是未来的旧物馆。主体还行，屋顶要修，电线全得换。展厅可以按时间线分，旧书、影像、机械、生活器物、供销社记忆。入口放那辆破3轮。那辆破3轮都坏成那样了。它是第一件展品。从那里开始。从今天起，这厂房归你了。你真要把旧东西摆成馆？是，让人知道，旧东西不只值钱，也值记住。这里会装下一个时代。黄金年代旧物馆，从这里开始。明远啊，听说你现在发大财了。都是一家人，我家小子没工作，你给安排到馆里当个管事儿。我最近手头紧，先借我2000，过阵子还你。大家慢慢说。工作可以谈，借钱也可以谈，但都要按规矩。一家人还讲规矩？正因为是一家人，更要讲清楚。你发财的时候怎么不想着亲戚？现在让你帮点小忙，还摆老板架子。明远的钱不是天上掉的，是他一件件旧货收回来、修出来、弹出来的。老顾，你现在当然替儿子说话。我替你说话。旧物馆招人，有岗位要求，肯学修复、肯做整理、肯跑收货的可以试用，想坐着拿钱的不行。不就是靠捡破烂发的财吗？真把自己当人物了。等着吧，他那旧物馆花钱如流水，迟早赔进去。不帮我是吧？那我也不让你好过。妈，亲戚能帮，但不能惯。旧物馆不是养闲人的地方。想进旧物馆可以，但每个人先试用1个月，按岗位考核，亲戚也一样。我一个长辈还要试用？这里没有长辈岗位，只有工作岗位。档案室不识字不行，修复课不耐心不行，外钱不守规矩不行。不就擦破铜烂铁吗？这么认真干啥？你再说一遍。旧物馆里没有破铜烂铁，你看不起他就别干。我可是亲戚，我是顾明远他爸，也照样干活。今天有3个人认真干活，留下继续试用，2个偷懒，1个私拿小件，明天不用来了。那是我侄子，拿个旧铜扣怎么了？未登记的东西，1颗铜扣也不能拿。你太不近人情。我可以帮穷亲戚，但不帮占便宜的人。
顾明远，你不让我好过，我也不让你这馆开成。有人举报你们手续不全，擅自改造旧厂房，用于展览经营。厂房产权手续、改造申请、消防初审材料都在这里。材料不完整，展览经营性质还需要补充审批，在手续完善前，项目暂停。请问缺哪几项？我们立刻补。文化展示备案、消防复核、公共开放安全评估。我们确实缺公共开放安全评估，之前只按修复工房申请，没按展馆申请。谁举报的？大概率是被赶走的亲戚，也可能有韩三刀残余的人。是我没想到展馆手续会多这么多。不是你的错，旧物馆从买卖铺子变成公共展馆，本来就要补手续，现在怎么办？停工补证，不能硬闯，这才对。越到关键时候，越不能走捷径。顾哥，项目不会黄吧？不会，手续缺什么补什么，安全不达标就改。可每天停工都花钱，花钱也不能违规。旧物馆要开，就得站得稳。看你还能撑多久？这次举报背后有人。顾明远，你这个旧物馆是民营项目，为什么要做成公共展示？因为很多旧物如果只做买卖，很快会散。做成馆能让他们有记录、有展示、有教育价值，但安全、消防、管理都要符合要求。我们愿意按标准整改。我为这个项目背锅。顾明远这些年找回民国县城底片、地方系胶片、旧厂设备资料、民国期刊，很多都补上了地方文化空白。黄金年代旧物馆如果建成，不只是商业项目，也能成为地方文化保护点，前提是手续合规、管理规范。你愿意接受文化馆指导和定期检查吗？愿意。愿意开放部分展览给学校参观吗？愿意。学生免费。项目可以恢复，整改后恢复，消防、安全、展规范都要补。别光高兴，消防通道今天就改。顾师傅又开工了，不止开工，要按更高标准开。这一次，我们不只是把馆开起来，还要把它开得堂堂正正。这是什么？黄金年代旧物馆馆长任命书。我想请你担任馆长，负责展陈、档案、公共开放和文献整理。你不是说过这句话？我以为你只是哄我。我从不拿这种事哄你。我会看物、收物、修物，但让旧物讲故事，你比我强。馆长不只是整理书，还要管人、管展、管安全、管对外接待。所以才是你。顾明远，你真的相信我能做好？从你第一次帮我整理旧账本开始，我就知道你能。那我接。从今天起，苏婉晴担任黄金年代旧物馆馆长，展册、档案、开放事务由他负责。苏馆长，以后修复部听你调度。谢谢大家。旧物馆不是仓库，也不是商铺，每一件东西进来都要有来源、有故事、有去处。苏馆长，以后请多指教。你找我？赵凯家彻底垮了，他脾气越来越坏，我跟他也散了。我以前总觉得选一个有钱有势的人，日子就会稳。后来才知道，靠别人给的体面，风一吹就没了。明远，如果当初我没离开你，我们会不会不一样？会，但那只是如果。你现在和苏婉晴很好吧？很好。他比我懂你。我今天不是来求你回头的，我只是想亲口跟你说对不起。过去的事过去了。苏小姐，好好珍惜他，他是我看走眼的人。人都会看走眼，以后好好过自己的日子吧。谢谢。舍不得？
只是想起以前那个什么都没有的自己。现在你有我们。老顾，咱儿子真把馆开起来了。开起来了。哥，我同学都来了。这里的每一件旧物，都曾经差点被当成废品处理。我们把它们留下，不只是为了看见旧东西，更是为了看见旧日子。说得好。顾先生，恭喜。这才只是开始。这就是顾明远当年收信货的三轮儿。当年我嫌他丢人，现在看，他比什么都体面。黄金年代，开馆。哥，我考上了。我闺女考上大学了。好，好，顾家出了大学生。小雨，你做到了。哥，我报这个专业是因为你。因为我收进货。因为我看到那些被别人笑话的旧东西，后来都站进了展柜。我想知道怎么让更多东西留下来。那以后苏馆长可要等你回来帮忙。我一定回来。哥，如果当初你没有让我继续读书，我可能早就去打工了。是你自己争气。我以后也想像你一样，靠本事让别人闭嘴。不，哥希望你不是为了让别人闭嘴，而是为了让自己看见更大的世界。这是我们家的起点，也是我的起点。顾先生，旧物馆开馆反响很好，我想投资把它做成连锁文化品牌。连锁，省城、港城、沿海城市都可以开分馆，商业门票、暂时品、展览、巡回、藏品交易都会有巨大收益。那原有藏品呢？部分可以巡展，部分可以商业化转让。馆要活下去，不能只靠情怀。你看这些搪瓷牌、旧相机、连环画，如果包装成怀旧产品，价值能翻倍。商业化可以，但不能把馆变成卖货场。顾先生，时代变了，你现在不是小铺老板，你要学会借资本做大。做大不是问题，问题是做大后还记不记得为什么开始。你怕我吞掉你的初心？我怕资本不懂旧物的边界。投资额很大，对旧物馆确实有帮助，也可能让我们失去控制。你想拒绝？不是拒绝，是要重新谈。钱可以进来，但底线不能让。比如，馆藏核心不出售，重要文献不出境，地方资料不离线，商业开发不能篡改历史。旧物馆缺钱，但不能为了钱把自己卖掉。第一批可以打包出售部分藏品给海外买家，快速回笼资金，再建更大的展馆。打包出售？不是核心藏品，只是部分重复器物。包括哪些？这些不能卖。顾先生，你太保守了。藏品只有流通才有价值。流通有边界。地方系资料属于本地文化记忆，旧厂图纸关联工人历史，文献原件不能随便离开。买家开价很高，价格不是唯一标准。你如果一直这么想，旧物馆很难做大。那就慢慢做，做不大也不能做歪。你和陆老板这次冲突不小。他不是坏人，但是商人。他看见的是流通价值，我看见的是留下来的价值。那我们怎么办？重新拟合作协议，资本可以参与展览运营，但不能决定馆藏去留。有些东西不能出这个门。听说你们这里不坑老人，帮我看看这个。您先坐，东西我们看，但不乱估价。纸张很老。周老，您得过来看看。
像不像那批失传史料的民间抄本？不只是抄本，这里可能有原件信找。这东西值钱吗？老人家，这东西可能已经不能简单用钱衡量，它有重要历史价值。我儿子说卖了给孙子买房，这件事不能私下交易，我们建议联系省文物单位确认。如果确认是真的，会是什么级别？可能是国家级重要史料，消息不能乱传，越重要越容易引来人。我知道。陆老板那边会不会知道？旧物馆人多，瞒不了太久，但在确认前，谁也不能碰。小顾，这次不是捡漏，是守门。顾先生，我听说你手里有一批珍贵旧文献，价格你开。消息从哪儿来的？哈哈哈，收藏圈没有秘密，50万现金。东西不卖，100万不卖。顾先生，100万在你这个县城足够买下几栋楼。你开旧物馆不就是为了旧物价值吗？价值不等于价格，你不卖，老人也会买，你拦不住所有人。所以我会联系国家文物单位。你想把事情闹大？是你想把不该走的东西带走。这批文献如果真到这个级别，确实不能私下交易。哼，陆老板，你也装清高？生意要做，但不能碰红线。这里是黄金年代旧物馆，我们发现一批疑似重要历史文献，需要专家组来确认并保护。100万，你真不动心？动心，但不能拿。能承认动心，才是真的守住了。钱以后还能赚，东西走了，就回不来了。明远，你是不是傻？100万啊！卖了钱，老人也得利，你也得利，大家都好。明远，妈不是让你卖，就是那么多钱，真不后悔。后悔钱，但不后悔决定。说的好听，你不缺钱，别人缺。100万够旧物馆扩建了，顾老板是不是太理想了？我知道大家在想什么，旧物馆缺钱，100万能解决很多问题。但如果我们为了钱，把国家级文献卖给海外买家，那这座馆就没有存在的意义。旧物馆不是信货仓库，我们能卖的是普通藏品和服务，不能卖的是底线。今天很多人不理解你，正常，他们看见100万，看不见文献背后的东西。你累吗？但比起前世看着文物在火里消失，这点累不算什么。这一次，我一定守住。老顾，你劝劝明远，年轻人一根筋，不懂过日子。你们觉得100万多？当然多，多，但不是所有东西都能用钱换。老顾，你以前最讲实际，现在怎么也跟着他犯傻？以前我也觉得旧东西就是破烂，后来我儿子让我明白，有些东西不是旧，是有人忘了它值什么。我儿子从收破烂起家，每一分钱都挣得干净。他要是为了钱，早就能走歪路，可他没有。这次他不卖，我支持。你真不心疼那100万？心疼，但钱重要，有些东西更重要。明远，爸以前总怕你没出息，现在爸怕的是你有出息了，别人逼你忘了本。你这次没忘，爸高兴。爸，谢谢您。哈哈，谢什么？你做的对，我当然赞你。以前您说顾家穷可以，但不能拿不干净的钱。现在还加一句，顾家可以不挣大钱，但不能卖不该卖的东西。儿子，这回爸不拦你，你守你的门，爸给撑着。这批文献价值极高，部分内容填补了相关史料空白。那我还能拿钱吗？国家会按规定给予奖励和补偿，也会注明捐献来源。您的家族保存有功。小顾，是我差点糊涂了。您守了这么多年，最后也守住了。顾明远同志和黄金年代旧物博物馆主动上报重要历史文献，避免珍贵史料流失，特予表彰。黄金年代旧物馆将被列为地方文化保护基地，接受文化部门指导。小顾，
你从旧货摊走到这一步不容易，还差得远。知道差得远才走得远。以后我们更不能乱。从今天起，旧物馆不只是我的生意，也是责任。这一次，我没有让他从手里流走。哥，你怎么又擦它？第一件战品要干净。当年我砸锅卖铁供你读书，没想到最后让这辆三轮把你带起来。不是三轮带我起来，是那段日子让我知道，人不能怕低头。这辆三轮是我哥哥顾明远最早收藏，当年很多人笑他收破烂，但他用这辆车收回了第一箱莲花，第一批旧器械，也收回了很多差点被扔掉的记忆。他也是文物吗？它不是很贵的文物，但它是这个馆的起点。今天小雨讲得很好，他以后会比我更懂这些东西。你有没有想过，如果当初没有登上这辆三轮，会怎样？那我可能还是一个躺在床上等别人可怜的人。幸好你登上去了。哥，今天历史保护专业的学生来实习，交给苏馆长安排。早安排好了，真像做梦一样。不是梦，是一步步干出来的。顾老师，这些东西一开始真的都是废品吗？在很多人眼里，是。那在您眼里呢？在我眼里，他们只是还没等到懂它的人。当年我要是知道这车能进展柜，肯定早点给它刷漆。明远，你真把日子过出来了。哥，你捡回来的不只是东西，是记忆，是尊严，也是一个时代。还记得你第一次说要收新货的时候吗？那时候所有人都觉得我疯了。现在呢？现在我知道，旧物从来不旧，只是等一个懂它的人。我从废品堆里捡出来的，不只是钱，是一个时代。